30年前，随着鲍勃·拉扎的爆料，51区被人们所认知。他曾经在51区附近的 S4基地里面工作，负责研究外星飞碟推进系统的逆向工程。拉扎说，当他第一天来到 S4基地的门口的时候，就看到了一排由9个机库组成的长条形建筑，是藏在这个山体里面。机库关门的时候，就和这个山体融为一体，很难被发现，因为门都是关着的，所以并没有引起拉扎太多的注意。第一天报道，他主要是熟悉基地环境。当他第2次来到 S4工作的时候，他看见先前都是紧闭的9个机库大门，其中有一个打开了，里面是一架银色的碟状飞行物。原来他才知道到这个 S4基地的工作就是和一个小组的其他人员去研究这架飞碟的动力系统。拉扎说，他的主要工作主要是对这个飞碟进行逆向工程，研究这个飞碟是否能够被复制研发出来。他研究那架飞碟的外观呈现流线型，飞碟的外壳是一种没有经过抛光的不锈钢的材质，那这个飞碟的样子其实就跟我们现在所传言的飞碟的样子是差不多的。还有一次，拉扎去 S4基地工作的时候，惊奇地发现基地的9个机库大门全部打开了，每一个机库大门里面都有一架飞碟，而且它们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飞碟像一个果冻盒，有的飞碟像一个高高的帽子，还有的飞碟是雪茄形状。其中3号机库的那架飞碟，据说是1947年在罗斯威尔坠毁的那架。然后他接着说，这个飞碟的直径大概是15米，高度5米，分为3层，最上层的就是导航舱，里面有小窗户，中间的是驾驶舱，最下层的是这个飞碟的动力舱，里面有3个黑色的柱状物体。拉扎解释了飞碟的运行原理，3个重力放大器可以180度调整，发射重力波，然后使飞碟移动。只要一个放大器就足以升空，要去哪个方向，只要再加上另外一个发射器，调整要去的方向，飞碟就可以快速移动。所以飞碟是利用地球的重力场进行移动和飞行。飞碟是靠重力发射器发射重力波，整个飞行器的整体呈心形，扭曲前面的空间，然后制造一个重力斜坡，然后飞碟就靠着这个重力斜坡，像滑滑梯一样快速到达目的地。但是由于地球复杂的重力场，飞碟在低速飞行的时候不是特别稳定，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飞碟会在地球坠毁的原因。另外，当飞碟离开地面，并不会发出任何的声音。拉扎也解释了飞碟的动力来源，就是拉扎所提到的一个叫做115号元素的物质，但是115号元素直到2004年才被证实了它的存在，而早在1989年，拉扎就说这架飞碟上使用的是115号元素。可以说，拉扎的很多说法在一步一步的被证实，并且他说飞碟上的115号元素有2公斤，要知道目前地球已知的量并没有这么多。还说在 S4基地的仓库里面有高达500公斤的115号元素，但是他不清楚这些115号元素的来源。他知道的是，这个115号元素是装在这个飞碟驾驶舱里面中间的一个反应炉，具体原理是在一个离子加速器里，离子被115号元素加速到产生核聚变，释放出大量的能量，产生重力波，然后加上飞碟下方的重力放大器，驱动飞碟飞行。他被告知这些飞碟是从泽塔星系来的。他还看过一张泽塔外星人的半身解剖照片，很大的脑袋，黝黑的眼睛，四肢短小，身高大概是1米左右，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小灰人。他说这些小灰人早在人类还是人猿的时代就来到地球，他们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改造人类的基因，最后产生了现在的人类。鲍勃·拉扎所说的51区的重磅新闻再次引爆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体。好了，本期到此结束，下期将会有另外一位爆料人和大家一起揭开51区 S4基地的神秘面纱。感谢大家观看，对此大家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记得关注我们，点赞收藏不迷路，我们下期视频再见。